王一博纽约风波引热议，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冲突，而是他的清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黎春正。最近关于王一博的一条消息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少讨论，有人说王一博在纽约参加活动期间和王嘉尔发生了正面冲突，有人说两个人因为工作安排、资源竞争和节目问题出现分歧，甚至还有一些说法把肖战和湖南台也牵扯了进来，说事情已经越闹越大，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但是问题来了，这些内容到底是真的，还是被过度解读了？王一博真的在现场发火了吗？王嘉尔真的公开指责他了吗？肖战真的出面支持王一博了吗？湖南台又是否真的卷入了这场所谓的风波？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不盲目跟风，也不随便下结论，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出发，聊一聊这场传闻背后真正值得大家思考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娱乐圈最热闹的地方未必最接近真相。最近这段时间，王一博的名字一直没有离开大众视线，不管是活动现场、海外商务、影视作品、纪录片，还是赛车相关内容，只要和王一博有关，总能很快引发讨论。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王一博的关注度依然很高。一个艺人如果没有热度，外界不会反复讨论他；一个艺人如果没有影响力，任何风吹草动也不会被放大成大新闻。所以这次所谓的纽约风波，表面上看是在讲王一博和王嘉尔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像是把明星热度、粉丝情绪、平台资源和娱乐圈竞争全部放在了一起。也正因为如此，才让这个话题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先说第一个焦点，王一博和王嘉尔是否真的发生了冲突？目前来看，网络上的说法很多，但真正可以确认的信息并不多。有些内容用了现场目击圈内人士透露真实内幕这样的说法，但并没有看到明确的视频证据，也没有看到双方团队的正式回应，这就让事情变得很微妙。如果没有直接证据，那我们就不能把传闻当成事实。王一博这些年参加过很多大型活动，也经历过很多复杂场面，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比较冷静、克制，不太喜欢用语言制造冲突。王嘉尔同样也是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多年的艺人，他也很清楚公开场合的分寸。所以如果说两个人真的在纽约活动现场发生非常激烈的正面冲突，这件事本身就需要更可靠的信息来支撑。可是为什么这样的说法会传得这么快？原因很简单，因为观众太容易被冲突吸引了。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关于王一博、王嘉尔以及湖南台的事情突然冲上热搜以后，网上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有人觉得王一博这次是真的忍不了了，也有人认为娱乐圈里的很多消息背后可能还有更多大家不知道的原因。不过不管外界怎么争议，很多粉丝还是觉得王一博这些年一路走来承受了太多压力。如果是你，面对外界误解和争议的时候，你会选择沉默，
还是会站出来回应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另外，也有很多朋友最近一直在问王一博同款外套、帽子和日常穿搭风格，我顺便把一些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同款风格整理好了，链接我放在视频简介、描述和评论区下面啦，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听的。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2个高人气男艺人，一个是王一博，一个是王嘉尔。只要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故事里，再加上现场争执资源、竞争、情绪失控这些词，话题自然就会被推高。但我们也要问一句，热度高就代表真实吗？讨论多就代表事情真的发生了吗？这就是我们看娱乐新闻时最需要保持清醒的地方。第2个焦点是资源竞争，很多视频会把这件事解释成娱乐圈资源分配的问题，说王一博和王嘉尔因为商务、节目或者海外活动安排产生矛盾。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逻辑，因为娱乐圈本来就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地方，好的资源有限，好的舞台有限，好的机会也有限。每一个站在高位的艺人背后都有团队，有商务，有平台，有粉丝，也有很多看不见的安排。但竞争存在，并不等于一定会发生冲突。王一博这些年的发展路径其实非常清晰，他不是只靠短期曝光的人，从舞台到影视，从纪录片到赛车，从国内活动到海外商务，他一直在扩展自己的边界。这说明王一博的核心竞争力不是靠和谁争一时的热度，而是靠自己的作品、态度和长期积累。所以如果有人把所有事情都简单归结为抢资源，其实反而把王一博看小了。真正成熟的艺人不会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得失，王一博现在走的路更像是长期路线，他在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也在慢慢建立更稳定的个人价值。第3个焦点是肖战是否公开支持王一博。这个说法一出现，话题自然会被放大，因为大家都知道王一博和肖战曾经因为作品产生过很高的讨论度，2个人的名字经常会被放在一起。只要把肖战加入这个故事，评论区一定会热闹。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最重要的问题，有没有明确公开信息？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不能把网传支持当成已经发生的事实。其实对于肖战也好，王一博也好，他们现在都有各自非常清晰的发展方向。王一博在不断探索新的领域，肖战也在通过作品证明自己的成长。2个人都已经不再是当年刚刚被推到流量中心的状态，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往前走。所以与其反复制造所谓的站队话题，不如尊重他们各自的努力。真正喜欢王一博的人应该更关心他的作品、他的状态、他的选择，而不是被各种没有证据的情绪话题带着走。第4个焦点是湖南台是否卷入这场风波。这个说法同样很容易吸引关注，因为一旦牵扯到平台，事情听起来就会更大。节目资源、艺人安排、
幕后关系，这些词本身就很容易让人产生想象。可是娱乐圈的很多事情，真正的运作逻辑远比外界看到的复杂。一个节目邀请谁，一个活动安排谁，一个艺人出现在哪个位置，背后可能有档期、合同、品牌、平台策略、团队沟通等很多因素。如果没有明确证据，我们很难判断平台是否真的存在问题。把所有事情都归结为某个平台偏向谁，或者谁被不公平对待，其实并不严谨。当然，观众会讨论，是因为大家在意王一博，大家希望他被公平对待，也希望他的努力被看见。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理性。因为真正支持王一博，不是把每一个传闻都当成战场，而是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判断，也相信他一直以来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方式。说到这里，整件事真正的高潮，其实不是所谓的纽约冲突本身，而是王一博为什么每一次都能成为话题中心。答案很简单，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很少见的矛盾感。他安静，但不弱；他话不多，但存在感很强。他不喜欢解释太多，却总能用结果回应质疑。从出道到现在，王一博经历过很多讨论，也经历过很多误解。有人质疑他的表演，他就用角色去证明；有人质疑他的赛车，他就认真训练，真正站上赛道；有人质疑他的选择，他就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所以这次纽约风波，无论最后真相如何，他都再次证明了一点：王一博从来不是靠争吵留在大众视线里的人，他真正被大家记住，是因为他一直在做事。一个艺人最难得的地方，不是永远没有争议，而是在争议中还能保持自己的方向。王一博做到了。那么这场风波的结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有3个层面。第一，不要轻易相信没有证据的所谓内幕。任何涉及艺人冲突的内容，如果没有官方回应，没有完整视频，没有可靠来源，都应该谨慎看待。第二，不要把王一博放进情绪化的故事里消耗。他这几年的发展已经很清楚了，他要做的不是参与无意义的争论，而是继续完成自己的作品，拓宽自己的道路。第三，真正的支持是把注意力放回王一博本人，关注他的作品，关注他的成长，关注他每一次认真做出的选择。对于王一博来说，最好的回应从来不是解释，而是继续往前走。他不需要靠冲突证明自己，也不需要靠传闻维持热度，因为王一博本身就已经有足够强的影响力。回头看这次所谓的纽约风波，其实更像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娱乐圈话题传播的速度，也照出了粉丝情绪被牵动的程度。但真正值得肯定的是，王一博依然是那个王一博，冷静、专注，少说多做。他不会因为一时的传闻改变方向，也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轻易打乱节奏。这才是王一博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他有热度，但不被热度控制；他有争议，但不被争议拖着走；
他有自己的路，也有继续走下去的底气。所以，不管这次风波最后如何发展，我们都应该多一点理性，多一点耐心，也多一点对王一博的信任。真正优秀的人，时间会替他说话；真正有实力的人，作品会替他说话。而王一博正是这样的人。如果你也认同今天的观点，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你觉得这次纽约风波是真有其事，还是被过度放大了？你认为王一博面对外界传闻时，最让你佩服的地方是什么？欢迎留言讨论，也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支持我们的频道黎春正。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王一博的深度观察、理性分析和精彩内容。感谢大家一路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来活力。再见。